朋友们，如果在荒无人烟大山之中给你一栋房子，让你一个人在里面居住，你怕吗？在我的身后就有这样的一栋房子，我觉得建在深山之中，而且它建的地形非常的险峻。刚才我们车子刚刚从房子的最底部穿过来的，等一下我们再转个镜头，我们要从房子的底部穿过去，非常非常的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呢？现在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的山体很多都是这样的碎石和泥巴，完全没有一些大块的石头。我感觉这栋房子建在这里非常的危险，会不会涨到洪水的时候，它的地基会下沉呢？大熊就停在那个位置了，这个房子就在上方，看到底下这条路坑坑洼洼的，都是这样的砂石路。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小小的马路下来的。等一下我们要从这条马路返回，从这里过去，最后穿过那一个房子的底部，穿到往这里上山，最后走到大路去。其实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到底是哪一个在这里建了一栋这样的一个房子呢？其实这个房子看着还是挺大的，整个花费的话少说应该也是好几十万。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人住，只有他们家一家人在这里。你们从上面走下来的吗？那上面有学校吗？没有学校哇，从那里走过来大概要多久？20分钟。你们家在哪里在前面。在前面还有多远呢？1个小时。1个小时不是，60分钟。20分钟。60分钟60分钟就是1个小时不是。不是我知道。你几岁了？我10岁。10岁了。可以，好好读书好。我把车已经开上来了，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房子非常的奇怪，就建在这样的大山里面，整个这个房子的地基都没有的，都是建在公路之上，看到吧？可以说这个房子的一个院子也是非常的小，但是里面肯定住着人，但是今天可能不在家，整个院子铁门是紧闭的。我觉得这里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拍个全景吧，大家看一看吧。那边是一个瀑布，景色非常的美看一下，这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峡谷。整个这个大山里面没有一户人家，只有他们家单独的一户人家住在这里。这边就是悬崖绝壁了，从这里有一条路好像可以过去，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方向返回到国道上面去了。其实我也是无意之中开车才来到的这里，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美，这里的空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想待在这里多待上2天。但是这个地方停车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基本上没有一块平地，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朋友们，如果给你们这样一栋房子，在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你敢一个人来住吗？反正石头肯定是不敢的。好了，这期的视频就为你们分享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
大家还记得这栋房子吗？之前是长沙的一个大哥看起的，但是呢，出价太低，一直没有转让出去。那现在呢，我们再次来到了这栋房子，这是杭州的一个大哥，不远千里来到这边来看房。他从视频里面看到这栋房子，感觉很不错，过来看一下。这旁边的小溪流一直还是流着水的。今天的气温挺高的，37、8度左右了。我们已经来到了房子的院坝。这边啊，就是山泉水很丰富，独门独院的房子。旁边这块地啊，是他老表家的，不是这栋房子主人家的。前2天我才和他打过电话，确定了房屋的地基交界之处。这外面的地啊，都是他们家的，一直延伸到了马路边，所以在这个院门口啊，搭建一个平台，可以把整个院坝加宽，但是要留一条路就可以了。蓝天白云，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前些天我们来的时候，底下的小岔河水还没多深，这个时候啊，水位全部已经涨上来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碧绿碧绿的。底下的这条公路呢，是去往完米坡的老路，现在车流量啊不多了，重新修了青青公路之后，大部分的车辆都不从这边走了。这里还有2棵柚子树。这栋房子啊，现在是大门紧闭啊，无法进去看的。主人家呢，在浙江那边打工。房屋的外墙贴上了瓷砖，里面呢做了简单的粉刷，做了一个 PVC 的吊顶，上面盖的是青瓦，楼层的高度将近有4.5米左右，开间有4米左右，一个堂屋，有4个卧室，加上一个厨房，背后呢还有个旱厕。这边距离城里面将近有2.5公里，很方便，只要1辆单车，每天到城里面买菜也很方便。这背后呢就是他们家的旱厕，那边还有棵李子树，上次我过来的时候啊，结满了李子，这个时候啊已经全部应该掉在地下了，已经熟透了吧。房子的周边是没有大树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木丛。大山里面的植被啊非常的丰富。这栋房子通水通电，网络的话需要自己再重新牵一根线过来。我就是喜欢这栋房子的环境。这位杭州的大哥呢，也是大老远的跑过来，就是专程的想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现在的价格呢，我们初步的是和房东谈了一下。这边厨房啊是可以直接通往背后的，这个位置好像是锁上了。去房子的背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外墙也是做了一个粉刷，房子的进深将近有6米左右。这边的旱厕啊，以前是养猪的，有个猪圈，旱厕就在旁边，现在这个位置啊也不用了。我觉得如果把这栋房子盘下来，
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给它利用起来。房子是背靠着石头山，这边的盖檐也是清理的干干净净。房子呢一直都是检修着，所以瓦片是不漏雨的。这里的泉水啊很丰富，从石头缝里面流出来的。主人家告诉我说，以前这边啊经常会出来很多石蛙，所以呢他修了一个池子，在这里面呢养石蛙。刚才我看了一下，现在好像是看不到了。其实这房屋的背后啊还挺宽的，在想这边如果修建一个池子应该是挺不错。夏天呢还可以在池子里面泡泡澡。这边都有一处天然的蓄水池，把这个位置给它用水泥浮起来，这样子就比较深了。上面搭建一个凉亭，夏天呢在这边泡泡澡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说的这块地啊，就是他老表家的，他们家的地界呢相当于就是这个小小的水沟，过去呢就是老表家的。以前啊建这套房子肯定非常不容易，所有的材料啊都靠人工从底下的马路搬上来。这些砖块很重的，每一块砖将近有40斤左右。这是19的水泥砖，中间是空心的。这边的外墙是没有做粉刷的。这是一间厨房，门口的这棵香樟树长得枝繁叶茂的，到夏天的时候还可以挡住一部分的太阳光。主人家还挺讲究的，在院子里面种了一些草本的植物，前一段时间刚刚开过花。很多人说在大山里面找处独门独院的院子养老，过上那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院子和大家想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场景。房子背靠大山，面朝着大山，底下有条小河，房子的两边有泉源，而且常年流着水，独门独院，基本上和邻居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集。这样的房子私密性空间非常的好，整个院子又不大，房子呢基本上结构很好，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了。整个小院种上花花草草，养一些鸡鸭，那一年的生活真的是挺安逸的。从镜头里面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虽然底下的马路时不时的有些车辆经过，有些车辆开动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影响。底下的小河这个时候啊水涨上来了，如果想吃鱼可以走到河边去钓鱼，也是挺不错的。甚至我在想，就在房屋的背后或者旁边修一个蓄水池，还可以养些鱼，自己也可以来吃。这是主人家种的一些菜，西红柿还有辣椒。底下的这条小河是幽水河的支流，前一段时间涨了水，所以河里面的水是有点浑浊的。那边就是宝鸡的县城了。
这边的方向就是去往外面。在这边拍了一会儿视频，实际上并不感觉热，一直是吹着风的。大家都担心啊，到了夏天最热的月份，这边可能温度比较高。实际上在山里面并不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到了晚上睡在山里面还是需要盖一层被子的，要不然还会有点冷。那房子整体的结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具体该怎么谈呢？我们再和大哥，然后呢和主人家再商量一下。后续呢，可能我会拍一个视频给大家做一个交代。那今天呢，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莫老村，来到莫老村一定要来看看农家大院。实际上之前我在这边拍过一个视频，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面留言都说啊，湘西很难得一见的地主大院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从这栋房子的一砖一瓦都可以看得出，它是非常具有我们苗族特色的一栋房子。看看这边的青砖墙上面的花纹呢，画的是栩栩如生。这个好像是一只鹿，这边呢代表的又是什么？还有最顶上镜头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白颜色和黑颜色相间的，都是非常具有我们苗族特色的建筑风格。那这样的一栋房子，它始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距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地方啊，到今天都是非常偏僻的，我们开车一趟过来真的挺不容易。这里距离边城镇大概有10多公里，道路是弯弯曲曲。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座地主大院呢？随着石头的镜头，我就带你们走进院子里面去看一看。首先呢，这座院落它建在200多年之前，以前这边的交通更不方便。大家都知道我们湘西呢交通是很闭塞的，以前我们要出去的话全靠走水路。那这座房子的下方呢就有一条清水江，沿着清水江一直可以走到洞庭湖，走到园林。所以说在以前交通不便利的那种社会环境下呢，走水路那就非常的方便了。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再去看湘西的一些人文啊，一些古建筑啊，大部分建在河边。就像这栋房子呢，200多年前建的，距今呢保留的非常的完好。我感觉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可能和山西那边有所不同，那边呢大概都是几进的，我们这边呢基本上只有一进门，那边呢就是大门，进来之后就是这户人家的院落了。整个院子呢打上了围墙，大概高3米左右，都是青砖结构的。这样的一栋房子呢，它实际上结合了外地的一些建筑风格。我们苗族的房子呢，它是没有这样的青砖墙的，基本上都是木房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青砖墙呢？以前据说啊，村里面的老人说，这个地方呢，当地人贩卖的是一些木材还有桐油，他们拉到园林洞庭湖那边去贩卖，然后呢，从那边带回来一些盐巴、布匹，还有一些比如说食用的一些东西，一个商品之间的交易吧。久而久之，这个莫老村呢，它就形成了一个码头。很多外地人呢，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200多年前，可能这个地方还比较繁华，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会住在农家大院这边。他们做生意的，比如说一些外地的商贩，他来到这边落脚了之后，就会找到一个类似于一个落脚的一个商店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可能在以前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形成，所以这么偏僻的地方建造了这样的一座农家大院。了解它的历史，根据当时候的社会环境，可能也就不足为怪了。那这个话题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可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座农家大院呢，在我们整个湘西州都算保存的非常的完好，而且距今呢，这栋房子依然是住着农家的后代。这栋房子呢是5开间的木房子，每一个地方都非常具有历史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立柱啊，虽然没有多大，相比现在新建的房子，它显得比较小，但是呢，它在200多年前找到这样的木头也确实不容易。包括这栋房子上面的这些窗花、这些雕刻都是栩栩如生，而且每一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一面，它的纹路呢，你看这上面雕刻的像一只什么鸟的。这边呢又类似于梅花一样的，这边呢也有不同的雕刻。这样的房子啊，我走了湘西很多地方确实没有看到，包括我们镜头可以往上面看一下，上面呢有个好大的怎么呢，叫做一个雕刻吧，也可以叫做牌匾，就在大门口的上方。上面呢大家可以看4只脚，它是有4只大蝙蝠的，这中间呢有2只小一点的蝙蝠，看起来这个字呢像一个喜字，它所代表的寓意呢就是福禄寿喜，很有特点吧，朋友们。光这个雕刻这个牌匾呢，我估计都价值不菲啊。还有这栋房子的每一个房门，它进去的位置都会摆上这样的一块大石头，一呢是方便人踩上去，第二个呢可能它会还起到一个什么的作用呢？一般农村建房子，它的门槛都比较高，尤其像这些地主大院呢，还有个寓意就是说，想要进入这家门呢，你必须要跨过他们家的这个门槛。这家人还挺不好进的，说明这家人可能比较有钱之类的。这栋房子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现在是住着人，但是它整个堂屋呢还是有点点长了一些绿苔的。和这边的天气还是有点点关系。整个堂屋呢是没有多大，大概也就20来个平方左右吧。里面的装修呢，基本上是我们苗族的装修风格，很密闭的那种环境。走到房子里面呢，你会瞬间感觉，可能光线没有那么好吧。墙壁上，也就是这些木板墙上面涂抹的都是一层桐油。这层桐油呢，它对于木板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首先呢，不容易长虫，时间久远呢，对于木房子保护很好。再一个，涂抹了很多次之后啊，它这个木板它会越来越黑。像这样的桐油啊，估计已经涂抹了10多遍之后嘛，才变成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往外面走，去看一下这栋房子。这栋房子的主屋是5开间的木房子，在它的旁边还建了2处厢房。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些厢房里面全部都上了锁，
无法进去的。实际上200多年前的房子以前肯定很热闹的，这样的厢房曾经也住了很多人，对不对啊？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人是没有那么多，这户人家呢，现在依然是住在主屋里面，也就在这个房间，所以厢房呢基本上是空出来了。以前啊，这栋房子据说是2兄弟建的，后面呢有一兄弟搬出去了，在后面呢也建了一栋房子。房子盖的都是我们湘西非常具有特色的青瓦，确实它的每一个外墙角落啊都很有建筑风格。这样的建筑风格呢，在我们湘西苗族的建筑里面基本上是很少见的，还是因为主人家呢可能当年做些生意之类的，和外地接触的比较多，把外面的一些建筑风格呢给采用进来了。据村里面年长的老人说，他说外墙的建筑风格包括这些雕花的啊，他们说是从四川那边给采用过来的。这样子一结合，它对于木房子的外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这么看过来也挺有特点的。这栋房子啊，在以前建好的时候，因为没有水泥嘛，地面铺的都是山上的青石板，时间久还是有点凹凸不平，并且现在石板缝中间长了一些杂草。从这边有一个过道，我们可以走到房子的外围，给大家看一下外墙的青砖结构。房子里面住着人啊，还在打着电话，但是房门是关上了，我们就不方便进去采访了。每一个房门都是这样的大石头，其实从石头的磨损程度都看得出这栋房子的古老，被人踩在上面已经没有棱角了。这底下铺的都是青石板。房子的外围全部都是青砖结构的，所以对于木房子的保护是非常好。大概基础60公分左右都是用石头垒砌了，上面呢再用青砖砌墙。其实砌这么高的院墙，我突然想到，我们湘西这边不是在解放之前匪犯非常的严重吗？可能这么高的院墙也是对于房子里面的主人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吧。这栋房子的周边已经陆陆续续修建了很多房子了，看这栋木房子建得很漂亮，还是2层楼的房子。之前有很多朋友给我说，想在湘西里面找一些很有特色又很古老的房子，把它租下来，然后呢开发做民宿，或者自己在这边1年住几个月。那你们觉得就像农家大院的这栋房子，让你来这边住，你能住得下来吗？朋友们，200多年历史的房子保存完好，确实很难得啊。走进这栋房子，感觉挺安静的，一砖一瓦，
可能都在讲述着他的故事，非常喜欢这样的房子。那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房子能代表我们湘西的一种建筑风格吗？如果让你来这边居住，你能住得下来吗？好了，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